以一战争，很多人只会想到黄金会上涨，却忽略了白银。你知道白银现在价格又创新高了吗？我们早在半年前就发布过一支影片，《富爸爸穷爸爸》的作者罗伯特清崎告诉大家，白银$50前可以无脑买进。我在影片中带大家分析白银值不值得投资，更是在2024年9月20日的维谷利文章，我就已经提到黄金飞到天边，白银严重落后，且筹码抢夺高点估计不是最高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，很正常。虽然有些人在我们上一期的白银影片酸言酸语，但我常说，筹码不会骗人的。主力是否在车上，从筹码看得出来。我们2024年提前大量的布局为在底部的白银喷出行情果真启动了。如果没有根据，我们是不会随便放在文章中。当然，如果你对白银、黄金的底层逻辑有兴趣，可以和我的学员们一起学习，订阅文章，在下方资讯栏里找到维谷利的连结，了解更多。在以一战争开打前，罗伯特清崎到今年还是持续看好白银，甚至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，表示要给手头不够宽裕的投资者一个好消息。他强调白银他非常看好今年能翻倍。到底为什么他这么看好白银？真的有如此爆发力？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，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，这是我的投资理念。如果你也认同这个理念，请在下方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，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，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。本集影片就来探讨战争会怎么影响白银，以及用来评估市场白银价格是否被低估的重要指标——金银比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。罗伯特清崎为何这么看好白银？罗伯特清崎说，白银现在就像是一个还没被发现的宝藏，就算我也从去年就开始讲，但还是不多人发现。你自己 Google 看看白银的资讯，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白银的价格到现在为止，还比历史高点低了快60%，一盎司才$35左右。在罗伯特清崎看来，这根本就是一个超便宜的机会。而且他不是嘴上说说而已，他甚至透露自己要亲自跑去金银店，用他手上的假钞，也就是法定货币，去换真正的白银。他不是买 ETF， 不是买什么投资商品，他要的是真正的白银实体，握在手上的那种。他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便宜货。因为当金融体系真的开始动荡，你手上那些看起来像钱的纸张，搞不好会瞬间不值钱。而白银才是他眼中真正的避风港。他为什么会这么相信白银呢？第一个原因是他对整个金融市场非常不信任，特别是他所属的婴儿潮世代，这群人年纪已经大了，手上有资产，有股票，有房子，一旦市场一崩，财富会像蒸发一样不见。他预测会有数百万人因此被清洗出场，也就是你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可能一下子就没了退休金，没了投资资产。但他也说，这种时候其实就是有钱人诞生的时刻，只要你懂得提前布局，主动出击，就有可能趁着崩盘发财。而白银就是他心中最值得触及的资产之一。而且他不止一次强调，白银是一种人人都买得起的资产，跟动不动就一盎司$2000的黄金比起来，白银便宜太多了，也比现在几万美金一颗的比特币还容易入手。他甚至觉得这是让全世界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变富有的资产。如果你不行动，就只会变得更贫穷。当然啦，也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他，毕竟罗伯特清崎这些年预测了不少次世界要崩盘，而事实上股市却还是一路往上涨。根据统计，他从2008年以来至少喊过10次金融崩盘，很多次都跟他出的新书或投资建议时间重叠。像是马斯克旗下的 AI 机器人 Grok， 就在他的贴文下面冷回了一句话，大意是说，你这样预测崩盘的风格根本就像狼来了。不可否认，罗伯特清崎是一个很会用故事说服人的人，但不管你认不认同，他提到的白银确实反映了一种趋势，一种对货币系统的不信任，一种对未来通膨和经济波动的深层焦虑。且至少就目前这次来看，白银月线从去年开始确实不断上扬。战争怎么影响白银价格？每当战争爆发，新闻开始狂报道，股市开始动荡的时候，总会有人说快买黄金。每次世界出事，黄金就忽然变成了热门资产，这不是什么巧合，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市场反应。因为战争真的会影响黄金的价格。那白银呢？当然也是一样道理，只是台湾人大多对白银比较陌生。我们先来想象一个场景，一个国家爆发战争，政府开始大撒币，军费支出暴增，枪炮子弹、装备、后勤全都要钱。而这些钱哪里来？印钞票。结果就是市场上的钞票越来越多，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，这就叫通膨。那你会怎么办？你手上拿的现金一直在贬值，你还敢死守台币或美元吗？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转向实体资产避险，而白银就是其中一个很合理的选择。白银跟黄金一样，
被视为避风港。也就是说，当世界乱成一团时，这些金属反而会变得更抢手，因为它们不像纸钞那样可以无限印，也不会一夜之间变成一堆数位代码消失。你真的可以握在手上，拥有实体价值。不过，白银跟黄金又不太一样，因为它还有一个独特的特性，它不只用来保值，它还是工业生产里的重要材料。从电动车的导电零件到太阳能板、医疗设备，白银几乎无所不在。所以一旦发生战争，供应链中断，资源紧张，白银就会更稀缺，它的价格也自然会跟着波动。像是1821年一直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之前，白银的价格一直都是1.292到1.293美元盎司，没有任何变化。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，林肯政府大量印刷纸币被称为 greenback， 预备只搞战争融资，这导致了黄金白银的价格同时出现跳涨，白银价格最高曾涨至3美元盎司。不止内战，像最近几年发生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也让白银价格出现剧烈波动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一旦地缘政治出问题，不只是战场上事情而已，连带影响的是整个全球金融市场。投资人会紧张，开始把资金从股票或加密货币撤出，转而投入更稳定的资产，白银就是那个他们会考虑的选项之一。但你可能会问，这种价格波动会不会只是短期的？如果战争规模小，时间短，可能只是一阵子的情绪反应，白银价格涨一波就回来了。但如果像是长期、全球性的冲突，比如世界大战或是美中全面对抗这种规模，那影响可能会非常深远，不只是价格会上涨，整个白银的供需结构、货币政策，甚至国际贸易都会产生改变。再讲一个比较贴近现代的例子，在2020年疫情爆发时，虽然不是战争，但全球陷入了类似战时的经济状态，各国疯狂印钞救市，股市剧烈震荡。结果呢，白银先是短暂下跌，接着快速反弹，价格直接翻倍，因为市场开始恐慌，大家要找安全的地方放钱。那时候甚至有人开始买银币、金银条，或是更进阶的白银 ETF、白银 RA 退休账户，还有一些人开始囤积 Goldbacks 当做替代货币。Goldback 是一种以黄金为基础，在美国某些州被当作地方货币交易的商品。这些纸币被嵌入了薄薄一层的黄金，听起来离我们很远，但确实是当下真实发生的现象。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，战争对白银的影响其实牵涉到3个层面。第一是政府的财政政策，当一个国家进入战时状态，它会花更多钱，印更多钞，创造更多债务，而这会让白银这种硬资产变得更有吸引力。第二是投资人的心理行为，只要市场感受到不安，像股票、债券这类资产的风险就会放大，人们自然会往更稳定、历史悠久的避险资产靠拢。第三则是供应链和工业使用面，一旦战争破坏生产、限制出口，白银的供应也会受影响，这会进一步推高价格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白银的价格并不会因为战争一定上涨，而是会变得更剧烈波动，涨得快，跌得也快。所以如果单纯从战争这个因素来看，战争发生时，白银很有可能成为保命的救生艇，但你要懂得掌舵，也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上船，什么时候该离场。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文章专栏，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，也可以敲敲小帮手协助。重要指标：金银比。在黄金与白银之间有一个神秘又关键的数字指标，能偷偷告诉我们市场到底在怕什么，又在期待什么。这个指标叫做金银比。所谓金银比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用黄金的价格除以白银的价格算出来的一个比值。比如说，如果1盎司黄金要2000美元，而白银1盎司只要20美元，那金银比就是100。听起来只是个数学算式，但它背后其实藏着整个市场的情绪和经济的温度。思考一下，当全球市场突然出现一场剧烈的动荡，比如2008年的金融海啸，那时候股市崩盘，银行倒闭，资金冻结，大家一夕之间都想把钱转去最安全的地方，这时候黄金就成市场的避风港。结果呢，大家一窝蜂抢黄金，价格上涨。反观白银，因为它还有工业用途，企业停止订单，工厂停工，需求溢降，价格反而跌得更惨。于是金银比一路飙升，从原本的50跃升到80以上。这不是单一事件哦，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更夸张，市场一片恐慌，金银比居然一度冲破了120的历史高点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市场在极度不安的时候只信任黄金。但故事还没结束，金银比不只是谁贵谁便宜的概念，当这个指标飙高，代表市场极度避险，经济前景看衰。当它慢慢回落，说不定就是复苏的开始。例如，当疫情趋缓，工厂重启，生产回来，白银的工业需求跟着升温，价格自然也就跟上来。这时候金银比就会往下掉，从100掉回70、60，甚至更低。
这背后的逻辑是，白银不像黄金只有避险属性，它还是工业金属。你能在电动车、太阳能板、电子产品中看到白银的存在，所以当经济好转、产业复苏，白银的需求涨幅会更猛。而说到金银比的另一层含义，就要提到美国债务。我们都知道，美国债越借越多，几乎是开着直升机撒钱。从战争支出、纾困方案到各种国内建设，每一笔都靠发债支撑。市场开始担心美元会不会贬值，通膨会不会失控。这时候，黄金的避险价值就再度被放大。但白银呢？它也会涨，但涨得没那么快。因为如果通膨压力上来，可是经济却没跟着复苏，白银工业需求还是弱的，结果金银比就会持续在高位盘旋，甚至创新高。这不只是理论而已。你还记得2011年美国债务上限到江，结果信用评级被调降的那一波吗？市场立刻涌向黄金，白银一度被抛售，金银比再度飙升。所以金银比也是一个衡量市场情绪的指标，可以告诉你现在市场到底在想什么。当它飙到80、90，甚至破100，你就要警觉。这不只是市场在避险，可能更深层的是，市场正在担忧未来的经济衰退。尤其是现在2025年中，美国又一次面临债务上限争议，加上全球关税战蠢蠢欲动，市场的焦虑又开始升温。你知道吗？最近的金银比又快速往上窜，来到接近100的水位。这可能不是普通的震荡，而是市场给我们的讯号，也许它正在为未来的经济转折做准备。金银比还有一个实用价值，判断白银是不是被低估。举个例子，过去25年金银比的平均值大约是68，但现在如果金银比来到100，意味着白银相对于黄金非常便宜。这时候，如果你相信未来经济会回暖，白银需求会跟着上来，那你就可以思考白银是不是有补涨的机会。我们回头看历史，每当金银比过高后，白银价格往往会有一段强势反弹，拉近与黄金的差距。所以为什么最近有专家用金银比这个指标，说现在白银是大特价？因为在过去25年，这个比值的平均大概是68左右，现在却跑到快100，还曾在今年4月股市大跌的时候一度飙到106。这么大的差距，就像你走进一家店，发现同样的商品，价格竟然打了7折，还没人抢，会不会想捡便宜？那为什么白银可能不涨呢？我们不要只看白银价格，还要看供给问题，这才是决定价格能不能涨上去的关键。而白银可谓是供不应求。根据统计，白银市场已经连续5年出现结构性的供应短缺，这不是偶然，而是因为白银主要来自铜矿和铅锌矿的副产品。当这些矿产的开采受到能源转型、环保限制或地缘政治影响时，白银的供应也就跟着缩水。尤其现在像电动车、太阳能板这类再生能源应用大爆发，对白银的工业需求反而是越来越高。如果未来铜的产量如预期般减少，那作为副产品的白银就更稀有了。也难怪专家会说，白银正在特价中。Money Metals Exchange 的执行长说，从中长期来看，现在的白银是一个极具价值的资产。换句话说，现在不买，难道要等银价涨到你追不下手才来后悔？所以如果你看到影片的当下，金银比是100，而历史平均是68，表示什么？只要金价不变，白银就还有超过30%的上涨空间才算合理。当然，市场不可能完全照着历史走，但方向是有迹可循的。Zener Metals 的副总裁就预测，如果全球经济回稳，工业需求重拾动能，白银是有机会涨得比黄金还凶的。到时候金银比会往下修正，银价可能才真正补回那段被低估的价值。金银比虽然不是一个绝对预测工具，它不能告诉你明天会不会进入衰退，但至少可以协助你判断现在的市场是在逃避风险，还是在期待成长。当金银比飙高，我们看到的是避险情绪主导一切；当金银比下滑，可能就是资金重回实体经济，风险偏好正在回归。所以，下次你在看黄金或白银价格时，别忘了回头看一眼金银比，这个不起眼的数字，说不定就是下一波行情的线索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不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、投资商品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，都欢迎留言给我们，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，连带融入基本面、筹码面跟技术分析，一起来挖掘具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